这位是？这位啊，这位是我们学校教跳舞的老师。哎，没有，他其实是教默剧的。哎，因为他知道我今天生病啊，所以特别来看我的啦。爸，他要走了，拜拜。哎呀，拜拜。哎呀，吃慢走哦。默剧。以前我还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个法国团体来表演过。哦，是哦。你们学校还真特别啊，找个印度人来教你们默剧。对啊。宇哥，你知道这个地方啊，是东哥每回找我谈重要事情的地方，所以呢，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金宝山，你希望我在亚瑟王面前帮你讲些好话？宇哥，你真是平常话不多，一说起话来就击中我的要害。不可能。宇哥，绝对没有不可能。只要你听我把话讲完，你一定很乐意跟你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亚瑟王说，金宝山想加入他的土龙帮，当他的左右手。宇哥，我真的很有混流氓的天分，不信你看，我真不当流氓，实在太可惜了。金宝山，起来。我不要，你一定要听我把话讲完，我才要起来。宇哥，好，限你1分钟之内把话讲完。好。谢谢宇哥。东哥啊，现在一定非常恨你啊，抢走他的安琪妹妹啊。就我今天的请假事件就可以知道，安琪妹妹现在心里一定非常的矛盾啊。而你现在处境是非常的尴尬，但是没关系，就我金宝山号召天下，办一个PO榜汪大东 VS 丁小雨的比武大会，主题是汪大东到底挡不挡得住丁小雨的黄金左拳呢？哇！这一定会轰动整个高校界，哈哈哈哈！而爱面子的大东哥啊，就算不愿意，也会愿意。劲爆的是啊，我金宝山啊，已经事前问过班长的博士男友，你的拳啊，在物理学来讲啊，的确是黄金比例，你的一出拳，对，零缺点，所以任何活的东西啊，都逃不过你的黄金左拳嘞！所以强壮的大东哥的身体啊，都会被你打得飞起来。是我坚毅的父亲，只有一个人才有。金宝山，把眼睛张开。不，我宁愿在黑暗中看见满天星。好吧。小雨，你说话。你不要都不说话啊！我今天找过班导，班导说志远狂还需要办休学。我真搞不懂志远狂在想什么。我打他家，打他手机，他都不接。他没有理由要躲我啊。人做的不是别人期待的决定的时候，通常都会躲起来。尤其是针对自己信任的人。小雨，你跟安琪不也是这样？我决定追他，他决定不拒绝。是，我们都怕面对你。或许金宝山的提议也不错，我应该挨你左手一拳，就跟班导小博士说的一样，被你打一拳，然后飞出去。反正你当初救过我，我本来就欠你一次。小雨，如果还是兄弟的话呢？
你们就先不要想这件事情。毕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找到自恋狂。我就不信你不担心他。大龙，我真服了你，不愧是终极班老大。小雨，那是因为没看我哭得很惨的样子啊。算了，别提了。小雨，你左手能在不被激怒的情况下出拳吗？天哪，完全感觉不到他的战力指数，他的杀气让我快喘不过气了。大龙，小心，他好强。那才好。哇，大龙跟小雨，你们两个在打架对不对？班导，你怎么会知道？只不过我们还没开始。哇，大龙你还敢讲？我刚刚进班上没有看你们两个人，我就知道不对劲了。王老师今天早上还提醒过我，就是不相信。我没有想到我来到这边真的看你们两个人在这边，你看看你们，简直是好像要杀人似的。哎，你们两个为了安琪这样子，也不能这个样子啊，对不对？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误会了，班导。我怎么可能误会给个头啦？我又不是当班长当假的，我告诉你，我什么大事小事我没见过啊！哎，你看看你们两个人，一定是刚刚才打完架，对不对？哎，你们真是让我太失望了，丁小雨，尤其是你，我还以为你能够容忍那么一点点，不要学汪大东那么脾气火爆似的。你看看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啊！班导，我安静。对你最好给我安静！你们知不知道王老师的事情把我搞得一个头两个大？像你们两个人要为了安琪这样子争成这个样子，值得吗？不值得！晚上怎么办？晚上我一定会失眠，然后呢，早上起来便秘，然后呢发胖，然后呢要减肥。你看这个恶性循环嘛，对不对？你看便秘、发胖、失眠，然后还要再减肥，你说值不值得？不值得！我现在你可以想象我那个时候的样子，到时候我就会把气出你们两个人身上，尤其是你汪大东，你最好不要跟我讲话。对，就是你。当初答应我的事情，你没有一件事情做到的，你没有一件事情答应过我，然后做到，你真的是够了，不要讲了，好了，回地上车 ，Let's go， 走，这是8、9不离10。小雨，你需要去学汪大东吗？汪大东还有这么好学吗？根本都没有嘛，对不对？你们快点走，快一点，脚步跟上来。哎呀，真的是气死我！好吧，我就说了吧。正常人，你就说吧。今天白天你都特地来我家找我，现在我跟小雨都在这边问你，你还在犹豫什么？汪大东小朋友，你有所不知呀。所以我才要问呢，为什么 KO 榜上有这么厉害的家伙，我们会不知道？重点是，什么是又是 KO1，又不是 KO1？而且之前大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是，你怎么那么臭啊？对啊，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我放屁。武功被废的人的悲哀呀，这种心里头只要是一挤啊，这个还没消化殆尽的那些内力，全部就被排出来了，而且奇臭无比。哼，这个答案你们还满意吧？断肠人什么时候会武功啊？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故事得从我武功被废那时候开始说起。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是关于亚瑟王他家发生的事，还有你们在学校遇到神秘高手的秘密。唉，你们真的不要来点酒吗？或许等我故事说完了，你们会要我一人给你们一杯。我拜托你快说好不好？我是高中生，我10点要到家。我跟小雨已经来了2个半小时了。你现在说东，你现在说西，我拜托你快进主题。好，主题嘛，是不是？
我有点醉了，你刚问我什么啊？段长人，有了，武力裁决所，对不对？想起来了，你们今天遇到的那个神秘的高手，他是武力裁决所的裁决人所养的武师。武力裁决所，那是什么东西啊？裁决人，那他的 KO 榜上是开源弟子。汪大东小朋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这 KO 排行榜只不过是武力裁决所在全世界各地高校界为了吸引像你们这种好武善斗的年轻高手所耍的一些小手段而已。而要成为他们这组织的成员呢，最低的门槛是至少要有破万以上的战力指数。更何况，你们今天面对的是武力裁决所里面最可怕的杀人机器。是。简单的说吧，今天你们面对那个扫不到的战力，却又杀气逼人的怪物，根本不是你们几个 KO 排行榜上的高手所能应付跟面对，完全不是同一个 level。段长人，谁信啊？那是因为我今天没出手，好吗？还好你没出手。这武师一旦出动之后，就会战斗到至死方休了。汪大东、丁小雨，你们两个是我少见的武术奇才。不过，你们现在面对的那个怪物，基本上已经不算是个人了。段长人，你到底是谁？酷，回到重点了。我是谁？哎，不行，我今天太醉了，这问题改天再回答你们俩，好不好啊？啊，对了，这亚瑟王他家的事，我想你们俩也不用太担心了。老土龙那只老狐狸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他之所以要亚瑟王提前接他的班，铁定是早有安排的。只不过，这跟这裁决人出现的时机未免太巧合了吧？啊！啊，对，我还要提醒你们三位高手，没事的时候多聚在一起，说不定还可以稍微挡一下啊。我今天真的太醉了，我先走，拜拜。喂，段长人，这样就给我走了。我看他自己才悬吧，说什么我们遇到的不是人，最诡异的是他。对，搞不好我们遇到什么灵异事件了。灵异事件，我好冷啊，救我！吓你们两个一大跳，对不对？好了，我真的要走了。记得帮我关灯啊，明天我自己再来收拾啊。对了，王大东，帮我跟你老爸问声好，好不好？拜。段长人，那是我爸。我没有拒绝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安琪？是。是怎样？为什么最近老是面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怪，段长人说的那个怪物，为什么那么面熟？爸，怎么还没睡？家己半暝唔困，起来要做菜。没有啦，刚做一个噩梦，就睡不着。什么样的噩梦啊？也没什么啊，就是一些白天的事情。最主要是一个怪人。
怪人，那是噩梦的话，这个人应该很可怕了。对吧？你认不认识今天早上来的那个人呢？哦，不是，我是说，就是我们的默剧老师啊，他叫我带进他跟你问好。可能是一个不常来教会的教友吧，所以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哦，大东，你觉得爸爸了解你吗？爸，你怎么突然这样问啊？了解吧？那你觉得你了解爸爸吗？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按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深处啊，都隐藏着一种想要追求完美的潜在神性。但是，一般人呢，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来把它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经常很矛盾的，觉得好像自己有两个我，一个是普普通通过日子的我，另外一个就是一直想超越极限、登峰造极的我。爸，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发现啊，我也常常会这个样子。但是两者之间，我们只能选择一个。爸，我有点累了，那我先去睡了。去睡吧。爸，我相信你是了解我的。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事成之谓也。王无倾城矣。昔者所敬，今日不知其亡也。吾何以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敬贤，如不得已，将使非于尊，疏于妻，可不甚矣。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我的好兄弟，左右皆曰安吉是我的最爱，诸大夫皆曰不可，可是你偏偏又是丁小雨。国人皆曰不可。如果你是金宝山，见不可焉，然后去。那就好办。左右皆曰可但如果安吉喜欢金宝山，诸大夫皆曰可杀，干脆一头撞死算了。国人皆曰可杀，然后者见可杀，怎么会这么难呢？故曰：国人杀之。我想起来了，断肠人说的怪物，我知道我在哪里看过他，就是我受伤在半岛家疗伤的那几天。啊！你叫我是班达的弟弟，团长说的没错，叫我根本不是人。你们继续上课，上课。班达，你在哪？我啊，我跟你讲啊，我刚刚从警察局出来。对呀、没有警察找我谈王亚生的事情。哎，
我跟你讲真的啦，我骗你干嘛？哎呦，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救王亚瑟，他这样子啊，一辈子都毁了。班导，我问你，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弟弟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大东，你怎么突然间问我这个？我弟弟的事情，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知道吗？我最近遇到一个高手，他有可能是传说中的 KO1，他跟你弟弟长得一模一样。大东，你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这样乱讲呢？对不对？我弟弟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现在这样突然间这样问我，我觉得好难过。喂，班导，我没有乱说啊。班导，你有没有在听啊？喂，好了啦，大东，好了，你先不要再乱讲了。你先让我回去学校再说。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你商量哦，不要再乱胡说八道了，真是的。好，先这样子，好，拜。光啊，你一定要保佑我，你要帮助我带领终极班能够走上正途。哎呦！孟子对曰：“鱼传有之。”曰：“陈氏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兵。闻出一夫者吾，未闻其君。” KO1，Oh my god！ 我是不是听错了？应该不会啊，我金宝山的长处不多啊，耳朵尖可是有名的。KO1，真是太棒了！小雨，你真的见鬼！什么啊？段长说的裁决人，那武功高手，他是班导的弟弟啊！你不会不相信我吧？段长也说过，他根本不是人，还有可怕的名号。你们今天遇到的那个神秘的高手，他是武林裁决所的裁决人所养的武士。这种不是，多可怕的名字！可是你应该也看得出来，段成他自己对这件事情态度也十分的奇怪。那是因为他那一天喝醉，讲话颠三倒四。不，那是因为有些事情他不想讲。小雨，这些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确定他就是班导的弟弟。我之前在班导他家聊上了7天7夜，我天天看那张照片，所以我确定就是他。你讲的事情，你也超有能理解的范围。简单，你跟我都看过那个高手，但是你没看过班导弟弟的照片。现在我们去找班导拿照片，你看了照片，自然就知道。走，小雨。安琪，你们要去哪里啊？我们要去找班导。有事吗？找我还是找小雨啊？小雨，我还是先去拿照片好了，你就。大东，没关系啦。其实我没有什么事啊。我没事啊，我没有什么事。
小雨，这件事比较重要，我们先去找班导。走。汪大东啊，要看我弟弟照片可以，但是啊，你也要想个正当的理由。哎，你早上打电话来说什么？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弟弟死了没有？这什么话啊？班导，对不起，因为最近真的发生太多反常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我都无法理解，所以才会讲那么多很怪的话。哎，你们两个现在没事了，那安琪也没事喽。哦，那最好。我本来呢就想把安琪约出来好好聊一聊。你们不晓得，女生啊不是男生能够懂的。哎呦，这件事情啊，我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对不对？哎呦，是因为我的感情事情啊，你们才会闹得不开心。我真的很内疚，所以昨天晚上呢，我还打电话给少宗，我跟他讲说，那怎么办呢？照片。哦，对，照片。哎。小雨。大东，我是要上课了，先走。班导，你们先走。哎，等一下，你们别想溜，你们先告诉我，看照片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要跟我讲呢？校长处置校务公道。哎呦！哦，天哪，难怪，我刚在里面啊，我就觉得有一股杀伐之气。贾主任，这什么话？班导，没关系，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哦，对，我们也很习惯中级班了。对啊，这习惯不错啊。走好啊，慢走，眼睛在长在头顶上。干嘛？生个懒药而已。我告诉你，以后不能在办公室生懒药。中级班备战。你们现在是怎样 ？Sorry。小雨，状况后，带安琪离开这里。大家走，我楼下。大东，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不考小考用说的嘛，何必要这个样子？王大东啊，你管一管好不好？你们整天搞来搞去，你们累不累？烦不烦啊？气死我！走了。班导，没事啊，是刚刚金宝山讲了一个冷笑话，搞得大家超火大，想骗人而已啊。没事啊。冷到爆啊！无聊死人，一把火都上来了。多久？金宝山。老师 ，sorry， 各位同学，so sorry。你 sorry 个头，给我坐下来！真是功课有没有做？根本没做，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在要考小考，这很重要，好不好？你们认真一点，不要每天让我这么烦，回家都失眠，失眠早上干嘛？便秘，对，就是你们。唉，没想到这武力裁决所派出来的武师，竟然是你们班导的弟弟，太惨了。正常人。那你觉得我们要告诉我们班导吗？不，千万别告诉他。班导因为他弟弟的事情非常的自责，他之所以会转来中级班，也是为了要弥补这样的遗憾呢。这也没办法，就让他继续这么下去吧，免得二次伤害。断肠人，你所谓的武师，他是活人吗？
这所谓的武师，他可以说是武力裁决所最邪恶的一样武器。他们先将顶尖的高手战斗到他气力放尽，然后再用真气封住他最后的一口气息。接下来，他就成为一名只听裁决人的命令，但又精通天下武术精华的杀人机器。有意思啊！段长，遇上这样的高手，不站上一站就太可惜了。看看我的龙纹鳌，我在兴奋。汪大东同学，老哥，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摆摊呢，当然是希望能够遇到像你还有丁小雨这样子的武术奇才。我也相信，你们两个绝对有登峰造极的突破跟发展。只不过你们现在遇到的怪物，它绝不是任何自然界的血肉之躯能够抵挡得了的。你要知道，我可是玉长车厂的特殊体质。之前我跟雷克斯那一战，我战斗力也是突然飙到破万的。汪大东同学，我这么说好了，如果这家伙在当初他就是 KO 1的话，那想当年他就是战力指数破万点的高手，再加上这几年武力裁决所的改造，你说他的战力指数换算下来会是多少？我管他战力指数是多少，我只知道，他要是敢伤害我任何一个朋友或亲人的话，我一定要让他好看。他正在跑来我们学校，搞得全班都是他的杀气。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超火大了。段长人，你还没回答我上次问你的问题。你到底是谁？对了，段长人，你到底是谁？什么裁决人？武力裁决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还是你平常爱耍宝？这次也是你瞎掰出来逗我？你说是吧，小雨？你们俩那么多问题啊，问问你们朋友吧。好了，你们三个都到了，这样吧，摊子留给你们，我要提早打烊了啊！而且过2天我也会公休，没事别找我，有事的话我会来找你们的啊。愿原谅，保重，拜拜。OK，走的时候帮我关灯啊。段长还真爱胡说八道，黑子恋狂，你怎么那么难找？还有段长为什么说你可以帮他回答我们的问题？武力裁决所是段长人和我爸，还有其他5个顶尖的武术高手年轻时所创立的一个组织。它的目的是将各地逐渐式微的传统武术流传下来，同时也树立一个强大的仲裁力，以止息各地好武者为了追求更高层的武技而产生的无谓争斗。那听起来还真是一个蛮赞的组织。可是当裁决所将天下所有的武术精华囊括时，它就成了全天下习武者的梦，成了他们不计任何代价想要夺得的目标。就连裁决所的裁决人也被他所迷惑，于是开始明争暗斗，自相残杀，最后终于导致裁决所的瓦解。那裁决人剩3个。剩3个，一个是段长人，一个你老爸，第3个你。一个事武成之快成魔的高手，他叫做黑龙。现在武力裁决所都是黑龙组的人在操控着，而且扳倒弟弟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造成的。那他为什么放过段长人还有你老爸？段长人自废武功以保命，而我爸是7个裁决人当中唯一的文裁决，他不会武功，他算是裁决所唯一的师爷。
他之所以会成立土龙帮，是希望拥有可以抗衡的能力，以免得哪天那个魔反悔，又想清理门户。那你爸现在？我爸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但自从我接任土龙帮，以及眼前所发生一切，全部都在他布局之中。我是自恋狂，听你讲那么一大串，我真的觉得越听越扯。四大狂，当我看到我老爸预留在保险箱里一切有关武力裁决所的资料时，我也觉得很扯。可是当班导弟弟像怪物般的杀手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不得不信。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强？那打上一仗才知道。如果他真的那么强的话，干嘛不一次把我们解决？为什么每次点到为止就跑？这2次，我觉得他是对班导有所攻击。也对，毕竟他是班导的弟弟，他也不愿意班导看到他这个样子。也许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像猫捉老鼠一样，慢慢来，先跟我们玩一下。是吗？四大狂，先不要轻举妄动。小雨，别去，那个磁场已经形成，现在去反而会伤到小雨。小雨，走，我们快送他去医院。四大狂，小雨就你照顾了，我还得回家处理一些事情。自恋狂，你觉得我挡得住小雨的一拳？我不知道。我真搞不懂小雨他在急什么。我看他昨天那一拳，根本就是他生平第一次，再不被人家打头进入下出拳的吧？理论上，他那拳威力应该是一样的。昨天小雨会抢在你前面对那怪物出手，好像是故意。故意？什么意思啊？因为他觉得自己亏欠你。小雨是有问题吗？他亏欠我什么东西啊？小雨的个性本来就是很极端的啊。王大东，啊，你们又跟谁打架啦？班导，没事啊，只是小雨他很严重吗？已经没事了，班导，你们不要担心，小雨只是手断。啊，手断了就没事？哎，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真的是气死我了！王大东，你不要以为这样你就没有事情哦，你等一下回学校跟我把话讲清楚。啊，安琪，我们走。四大狂，泰戈尔说：“少年忍辱负重，免得年老受气。”没事啊，散了。下雨了，我送你回学校。黑社会老大的车不太敢坐。四大狂，开玩笑的啦，我只想一个人走走而已。好吧，小心点，保持联络。来。汪大东正常人，你有必要以我撑成这个样子？
我想低调，不想惹人注意，当然要化妆一下。好啦，我知道你来找我，一定是因为小雨的事，对吧？王大东，你现在相信我说的武力裁决所的一切了吗？啊？我现在满脑子都在想，到底接不接得住小雨的一拳？我的最大幸福是发现了我爱你，灵魂有何意义？我每一天珍惜，便利商店里谁也买不到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只握在喜欢的人手上。给我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给我你的爱，手拉着手不放开。就算宇宙爆炸，也是都蒸发。只愿你的记忆